1924年的昆明，有数万百姓亲眼见证一桩震撼全城的奇事，全是公认最愚笨、只会干粗活的僧人巨行禅师，当着无数官民的面，自身迸发纯白强光，肉身缓缓化为灰烬，身形依旧端正端坐，身上袈裟完整无破损。这件当年惊动政界、商界各大报社的真实往事，藏着所有被焦虑内耗困住的普通人最需要的修行答案。我们很多人终日奔波谋生，被工作压力、家庭琐事层层裹挟，心里时时烦躁不安，总认定想要内心清净，就得通读海量经文，钻研各类高深道理，但凡心绪纷乱，就埋怨自己悟性不足，懂得太少，拼命向外抓取各类静心方法。可越是钻研，杂念越是繁杂，越是追逐安稳，内心越是疲惫。满腹学识、头脑精明的人常年困在烦恼里，目不识丁，勤恳劳作的底层苦力反倒修成圆满。今天我们就借着巨行禅师完整的一生，拆解3条扎根日常人人能践行的修行心法。不用独坐禅房，不用通晓深奥义理，踏实做好眼前事，就能慢慢放下心中万千执念。第一条核心心法，真正的修心道场不在藏经阁，而在烟火劳作。踏实干活便是打磨心性。这条心法的源头来自走投无路的青年阿辩早年投奔鸡足山的经历。阿辩原籍云南盐源，自幼父母双双离世，孤身一人，无依无靠。族人安排他入赘别家，从此改换姓氏，常年定居宾川县。恰逢家乡连年饥荒，田里颗粒无收，没有农户愿意雇佣他耕田，家中家境贫寒，还有2名幼子需要抚养，一大家人根本难以糊口。听闻虚云老和尚在鸡足山修建祝圣寺，长期招募苦力、泥水匠人，走投无路的阿辩独自徒步上山，想要拜见虚云长老，留在寺院做工换取钱粮养活家人。祝圣寺管事和尚心生怜悯，告知阿辩不必专程拜见长老，只要不嫌弃寺院微薄酬劳，便可留下做杂役。阿辩当即跪地叩首道谢。管事和尚询问他的名号，邻里平日都唤他阿辩管事，安排他先在后方柴房落脚。住进柴房的阿辩格外勤恳，天还未亮就起身劳作，不用旁人开口吩咐，主动开垦寺院菜地，浇水施肥。他从前常年务农，各类农活都做得得心应手，空闲之余主动挑土搬石头，协助寺院修缮房屋，从清晨忙到日暮，片刻都不肯歇息。平日里极少开口说话，其他僧人同他搭话，他常常反应迟缓。寺里众人都戏称他为聋子，久而久之，所有人都遗忘了他原本的名字阿辩。面对旁人的调侃与轻视，他从来没有半句争辩，也不曾心生怨怼。在寺院做工满1个月之后，阿辩的妻子抱着2名幼子，连同妻弟、岳父、岳母等一共7、8口亲人，一同登上鸡足山，全部挤在狭小柴房之中。院内人声嘈杂，圣空和尚得知此事，连忙赶来劝阻，告知阿辩自己只收留他一人做工，寺院是清净道场，不能容纳妇女眷属长期居住。阿辩满脸无奈，坦言自己并不想拖累寺院，只是地主收回全部田地，一家人被尽数赶出家门，普天之下找不到落脚之处。圣空和尚左右为难，自古寺院便没有收留女眷家小的规矩。2人交谈之时，虚云老和尚静静站在菜园柴房门外，开口劝解圣空法师。这一户百姓走投无路，处境贫苦无助，可以暂且收留。圣空和尚连忙劝阻，佛门道场不该收容女子。虚云老和尚缓缓解释，此番是收留逃难百姓情形和平常，安排众人在后山单独搭建一间茅棚居住即，不管是菜园边的茅屋还是后山茅棚，都让这一家人留在寺院一同劳作。一家8口听闻这番话，感动得泪流不止，不停伏在地上叩拜。虚云老和尚开口宽慰众人，不必反复行礼道谢，寺院当下正好缺少人手，大家彼此相互帮扶，若是不嫌弃寺院清苦，便和出家人一同吃大锅饭，有饭大家一同分食，无粮便一同喝粥度日。阿辩痛哭着跪在地上磕头，直言老禅师相当于救下自己全家性命。虚云老和尚轻轻摆手，
告知众人世间人本就该彼此扶持，佛门弟子更要体恤世间众生的苦难。从这天起，阿辩一家8口全都留在祝圣寺做杂役，所有人感念虚云长老的恩德，干活勤恳踏实，把后山整片荒地开垦成菜园，种出饱满鲜嫩的白菜，各类瓜果蔬菜供给全市僧众食用，整座寺院被打扫得一尘不染。阿辩独自住在后山茅棚，不和妻儿同住，安稳度日整整2年。一日，虚云长老上山巡查菜园，阿辩看见师父，立刻跪倒在地，不停磕头。虚云长老开口询问他所求何事，阿辩哽咽着回话，恳请师父传授自己念佛的法子，自己天生愚钝，一个大字都不认识，完全不懂该如何修行。虚云长老追问他想要修行的缘由，阿辩坦言自己今生劳苦笨拙，想来是前世造下诸多恶业，不曾积福修行，所以今生想要修习佛法，只求来世不用在这般受苦沉沦。虚云长老含笑询问他想要怎样修行，阿辩低下头，坦言自己不认字，长相粗陋，天资迟钝，根本看不懂各类修行法门，只求师父传授一套简单容易操作的方式。平日听师父讲经，经文之中的深奥义理自己一句都领会不透，只记住师父曾经开示，只要心思专一，勤恳持念佛号，便能往生西方净土，恳请师父教自己持诵圣号。虚云长老心中十分赞叹，感慨阿辩心意诚恳难得，传授给他净土法门，教他持念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圣号。阿辩再三叩首致谢。虚云长老细致讲解持念佛号的完整方法，自此阿辩放下心中杂念，一心念佛。白天种菜锄地之时，心底佛号从未间断，昼夜不曾停歇。这便是多数普通人最容易踩入的认知误区。我们总下意识认定修行是清闲之人专属的事，必须安安静静坐在禅房，整日研读经书，打坐参禅，才算正经修心。每日被工作、家务缠身的普通人根本没有资格静心提升，一旦被繁杂琐事困住，就心生烦躁，埋怨日常耽误自己修心，殊不知刻意逃避劳作，嫌弃琐碎日常，总想着空闲下来再修身，本身就是浮躁向外索取的执念。举一个身边随处可见的现实例子，有一位常年跑业务的中年男士，每日应酬客户，调解团队矛盾，下班之后还要照料家中老人与孩子。他时常抱怨生活杂乱，没有空余时间读书平复心绪，遇到不顺心的事整夜失眠。偶然听闻巨行禅师的故事，他慢慢调整心态，不再抵触日常繁杂琐事，通勤路上静心默念短句，做家务时放下杂念，专心做事，不会一边拖地一边反复纠结工作得失。仅仅半个月，他就明显察觉自己很少动怒，遇事不再钻牛角尖，劳作从来不是修行的阻碍，反而是打磨心性最好的道场。往后大家在面对繁重家务、辛苦工作时，不要心生抵触，逃避当下，手上踏实做事，心底守住一份安定，便是最简单的修行方式。第二条核心心法，心思聪慧，思虑万千，只会给自己套上执念枷锁，心性愚钝，专一纯粹，才是静心最快的路径。这句箴言藏在阿辩求戒出家的往事之中。虚云老和尚请回龙藏法师在寺院举办传戒法会，彼时21岁的阿辩前来请求出家受戒。虚云长老开口询问出家受戒的心意，值得赞许。知晓他念佛诚心十足，只是家中尚有眷属，这件事该如何处置？阿辩如实回答，一家8口早已共同商议妥当，今日全部前来，请求一同出家修行，恳请师父慈悲成全。虚云长老连连赞叹，感慨这般殊胜的机缘十分难得，点头应允成全众人。虚云长老望着不停磕头、满心欢喜的青年，恍惚间想起自己当年奔赴鼓山涌泉寺，跪求妙莲长老传授戒法的往事。65年岁月匆匆流逝，数十年来云游四方，度化无数弟子，从未料到这般纯粹的修行缘分会落在这位贫苦底层青年身上。阿辩不擅长言辞，心中满是感激，无从诉说，
只能流着眼泪不停跪拜，磕头次数远超3跪9叩，怕是磕了上百个头。虚云长老温和开口劝他起身，与其反复跪拜自己，不如诚心礼佛。质朴的阿辩依旧不肯站起，又跪拜许久才缓缓起身。虚云长老告知他，从今往后俗名改为日辩，和原本的名字同音，等到受完具足戒，再赐给他正式法名。阿辩满心欢喜应下。虚云长老缓缓开始，名字只是一个代称，你并不是名叫日辩的人，也不是从前的阿辩。阿辩茫然抬头，表示自己听不懂这番话。虚云长老继续讲解，自己也不是世人口中的虚云，虚云二字也并非真正的自己。阿辩依旧摇着头，无法理解。虚云长老继续开导，自己教他念佛打坐，就是要让他认清虚妄的自我，破除心底的我执，心中不执着自身表象，不向外攀援索取，自然能够证悟本心。你慢慢体悟，就会明白，我知晓你念佛心思专一踏实，这份心性很多天资聪慧的僧人都比不上。世人太过精明，反倒容易被小聪明牵绊，很难沉下心踏实做事。你这般心性难得，不必自卑退缩，也不用刻意模仿其他僧人。阿辩坦言自己天生愚笨，想学圆滑聪慧也做不到，愚钝反倒有好处，不会被杂乱思虑耽误修行。受完具足戒后，虚云长老赐他法名具行，换上僧衣的具行，依旧每日包揽寺院里所有人不愿触碰的苦役，种菜、施肥、挑粪、搬土、清扫院落，和出家之前的生活没有半点区别。他一心持念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圣号，极少与人交谈，听力日渐衰退，寺中人依旧唤他聋子和尚。苦修数年，他耳聋的症状愈发严重，性子也变得更加沉默。不管是下地劳作，还是打理菜园，心底佛号从来不曾中断。旁人高声呼唤他，他完全听不见。一日，虚云长老唤他来到身前，告知具行，你已经苦修4年，修行境界已有不小长进，只是阅历尚且浅薄，当下应当下山云游参学，朝拜天下各处名山道场。日后想要回来寺院，随时可以折返。若是途中遇上合适的修行机缘，也能随缘停留。具行听完当场痛哭，跪地叩拜师父，坦言自己不愿下山，只想一辈子留在师父身边侍奉起居。虚云长老心中酸涩，却刻意摆出严厉的模样呵斥：我教你破除心中我执，你莫非全都抛在脑后？即刻动身下山参学，不必留在我身边伺候。具行不敢违背师父的吩咐，含泪收拾简单行囊。虚云长老亲自送他走到山门，看着徒弟依依不舍的模样，心中万般不舍，却不敢流露半分情绪，唯恐让徒弟生出贪恋师父的执念，只是淡淡叮嘱：安心去吧，你我师徒日后自有重逢的缘分。具行头戴斗笠，手持一根手杖，如同当年云游四方的虚云长老一般，辞别寺院，踏上朝拜名山的路途。数年光阴一晃而过，虚云长老着手重建云栖寺。一日，具行禅师突然折返寺院，跪倒在虚云长老面前，轻声开口：师父，弟子回来了。虚云长老又惊又喜，连忙询问：此番云游走过哪些名山道场？为何突然归来？具行语气平静地回答：天下各处道场基本都走遍了，各处风光与修行氛围相差无几。听闻师父在此重修华庭寺，知晓寺院缺少劳作人手，我便回来出力。虚云长老接着询问：此番归来，可曾前往鸡足山探望家中亲人？具行直言不曾前去相见。虚云长老心生疑惑，追问缘由。具行解释：一家人全部出家修行，早已斩断俗世牵挂，相见或是不见，没有任何分别。从这天起，具行往返云栖寺、圣音寺2处寺院劳作，每日勤恳踏实，挖土、搬石、筑墙、建房、种菜、植树、砍柴、割稻、犁田、除草、清扫、挑粪、生火、做饭、劈柴、担水，世间所有辛苦繁杂的活计，他全部主动包揽，片刻都不肯空闲。
劳作的全程，心底佛号从未间断。缝补衣物之时，缝一针便默念一句佛号。每到深夜，他独自礼拜《金刚经》《药师经》等净土典籍，一字一拜，虔诚至极。每日凌晨钟声响起，他永远是第一个登上大殿参与早课的僧人。整座寺院之中，没有任何人比他更为精进苦修，平日里依旧耳聋寡言，整日闭口不多言语。虚云长老默默观察巨行的一举一动，心中倍感欣慰，清楚这位徒弟的修行功夫早已超过寺中绝大多数僧人。修建海会塔的那段时日，虚云长老前往工地查看工程进度，恰好看见巨行挑着石块砌筑墙体。见到师父，他难得主动开口，像孩童一般天真发问：师父，日后海会塔修建完成，弟子能不能留在这里守塔？虚云长老望着他，没有立刻给出答复，心中已然明白，这句问话代表巨行即将往生。巨行反复追问：师父可否应允？虚云长老强忍心中酸楚，含泪点头：好，我答应你。巨行轻声道谢。虚云长老缓缓叮嘱：万事随缘，不可强求。弟子牢牢记下这番话。此后，虚云长老特许巨行担任当年传戒法会的尊正阿婆里，受戒的僧人恳请巨行开示修行心法。巨行只是简单回答：我半路出家，一个大字都不认识，只会一句一句持念阿弥陀佛。虚云长老在一旁暗自感慨，修行不必通晓万卷经文，只要一句佛号做到专一勤恳，就足以修成正果。反观很多自持聪慧的僧人，心中杂念纷飞，哪怕通读无数典籍，也很难沉淀心性。谁也不曾料到，这位质朴笨拙的僧人，修行进度远超众人，最先证得圆满。虚云长老看着巨行变卖自身衣物供养全市大众，心中清楚，这是他即将西去的征兆。当天深夜，虚云长老在禅房为巨行诵经。深夜时分，巨行前来叩门，走进禅房，伏地请安，轻声告知师父，弟子即将离去，特地前来拜别。巨行伏在地面，情绪悲戚难抑，哽咽询问：弟子走后，何人留在身边侍奉师父？虚云长老温柔安抚：好孩子，你只管安心完成自身修行大事，不必牵挂我，不要因为惦念我，耽误自己的修行机缘。巨行哽咽难言，一遍又一遍呼喊师父。虚云长老轻声催促：速速离开吧，我在此诵经为你祈福。巨行再次叩拜辞别，独自走向寺院后方的菜园。入夜之后，监院茶房清点人数，四处都找不到巨行的身影。监院心中满是疑惑，昨日巨行还置办斋饭宴请全市僧众，莫非独自下山离去？一众僧人分头搜寻，搜遍整座寺院，都找不到半分踪迹。有人私下揣测，昨日设宴便是和众人辞别，说不定偷偷下山还俗，寻找妻儿团聚。立刻有僧人出声反驳：不要随口妄言诽谤，巨行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。他当年云游在外，若是想要还俗，不必等到如今重回寺院吃苦。其余僧人纷纷附和，不可背后议论法师，造下口业。众人心中焦急，继续分头寻找。有人随口猜测，会不会堪劳苦寻了短见？又有僧人打趣：依我看，他不会轻生，说不定前往广州报考黄埔军校。众人听完十分不解，追问何为军校。旁人解释，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，蒋介石先生担任校长，面向全国招募青年投身革命。各省已有数千年轻人前去应试，只录取300人，唯独贵州都督周锡成禁止本地青年外出报考。南北各地青年纷纷南下，旁人一语点破，招考只招收18岁至24岁青年，巨行早已年过40，绝对不符合报考条件。众人闲话过后，继续四处搜寻，寻到菜寮之处，房门紧紧锁，向内望去，空无一人。众人一边呼喊巨行法师，一边走到后院菜园，忽然看见晒谷坪之上迸发刺目白光，光亮反复闪烁，笼罩整片菜园，直冲夜空，光芒耀眼夺目。寺院周边村落的百姓
也看见了这桩异象。当年不少逃难百姓投奔虚云长老，在寺院周边形成村落，众人感念老和尚的恩德，初更时分，村民还没有安歇，在瓜棚树下闲谈，忽然看见寺院上空白光冲天，光线刺眼，村民纷纷惊呼：不好，寺院失火，快去营救虚云老和尚！数百村民快步冲进寺院，四处查看，没有半点起火痕迹。众人高声呼喊虚云长老，想要救火，却找不到半点烟火踪迹。众人走到后院，看见一众僧人呆立原地，神色失神。村民连忙追问：火情在哪里？虚云长老是否平安？你们全部聚集在此，哪里有失火的痕迹？僧人开口作答：我们方才也看见赛古瓶不断闪烁白光，不是烟火产生的光亮，全部来自赛古瓶中央。僧人与村民一同举着火把赶往赛瓶，火光映照之下，所有人齐声惊呼。只见巨型禅师端正端坐，双手合十，身形纹丝不动，双目轻轻闭合，脸上带着柔和笑意，完全不理会周遭围观的众人。修缘和尚正要上前搀扶，虚云长老在一众僧俗的簇拥下赶来，远远看见端坐的巨型，立刻出声喝止所有人：诸位不要靠近，不可触碰法身，全部向后退开。众人连忙避让。虚云长老拄着手杖走到巨型身前，向在场所有人宣告：巨型已经自行作化，从自身生出三昧真火，肉身自行焚化。方才大家看见的冲天白光，便是真火散出的光芒。我在禅房诵经之时，只觉周身燥热，便知晓他已经证得境界，唯恐众人不明缘由上前惊扰，连忙赶过来。在场僧俗听完这番话，心中无比震惊。众人仔细打量巨型，身上袈裟完整无缺，面朝西方端正坐好，左手持磬，右手握着木鱼，面容鲜活，笑意温和，唯独没有呼吸起伏。所有人都不敢相信，明明看着如同活人一般，竟然依靠自身真火焚化肉身。虚云长老叮嘱众人不要靠近法身，微风都能震散他周身灰烬。大家再向后退几步，虚云长老独自上前细看，火把光照之下，木鱼与木柄全部化为灰烬，磬柄烧成焦炭，可巨型的肉身身上袈裟完好如初，脚上僧鞋，身下蒲团与稻草全都化为飞灰。众人又惊又喜，一同合掌持念佛号。虚云长老跪地合掌向巨型礼拜，开口恭贺：恭喜你修行圆满，破除心中我执，证得大阿罗汉果位，以肉身瑞相示现世间，圆满布施波罗蜜，正无生法忍，请受为师三拜。身为师父的虚云长老向徒弟躬身下拜，在场所有人跟随一同叩拜。虚云老泪纵横，哽咽开口：为师真心为你欢喜，论修行功夫，我尚且比不上你，想要修成这般境界，千难万难。礼拜完毕，巨型周身散发出奇异香气，味道介于檀香与仙兰之间。在场所有人听闻香气，感动落泪，齐声念佛。虚云长老对着巨型法身祝告：恳请你暂且留存瑞相一日，明日我邀请地方都督、昆明各界人士、报社记者上山，前来瞻仰你的法身，拍摄影像流传世间，弘扬佛法。又吩咐僧众今夜轮流值守看护法身，禁止人畜靠近触碰，不可大声喧哗震动法身。一众僧人齐声领命。次日，云南省都督唐继尧、财政厅长王竹春、水利局长张作先等一众官员听闻寺院异象，全部登山前来。昆明日报摄影记者同步随行，官员家属城中贤达，在家居士、寺院僧尼数万人络绎不绝登上鸡足山，前来瞻仰礼拜。这件奇事轰动整个昆明。昆明日报刊登头条新闻，配上现场照片，传遍云南全境。百姓看完纷纷感慨：谁说佛法虚妄？谁说普通凡夫不能修成圣？巨型禅师就是真实不虚的印证。唐继尧心中生出疑惑：若是依靠稻草点火自焚，肉身怎么会烧成灰烬，还能保持端坐？袈裟又完好无损，这绝对不是普通凡火能够做的。虚云长老开口开示：
具行法师从自心生出三昧真火，焚化自身色身，才有这般不可思议的瑞相。唐继尧望着烧成焦炭的木鱼木柄，连连称奇，实在奇异。所有法器木柄尽数化为灰烬，肉身却完整留存。长老他整副身躯最后都会化为灰烬吗？虚云长老点头确认，再次向具行法身礼拜。具行，你功德圆满，我们送你安奉海会塔。虚云长老双手微微颤抖，轻轻取下具行手中残存的磬，轻声祝告：具行，你密行圆满，我为你敲磬3声，你便可安心往生西方。话音落下，虚云长老轻敲残磬，3声清亮，声响散开。磬音消散的瞬间，具行端坐的身躯猛然震动，尽数化为细碎灰烬，倾倒在地。虚云长老跪地礼拜，唐继尧与数千瞻仰之人一同叩首，全场所有人热泪盈眶，佛号声声不绝。虚云长老泪流满面，心中悲喜交加。这便是普通人极易陷入的认知误区。我们总觉得聪慧多思是优势，遇事反复权衡利弊，不断胡思乱想，以为思虑周全就能避开烦恼，殊不知过多杂念只会催生欲望与攀比。今天纠结心之高低，明天攀比旁人生，无尽思虑催生持续的精神内耗。城里有一位经营连锁商铺的生意人，熟读各类处事典籍，头脑精明，擅长算计，却日日活在焦虑之中，时刻担忧同行超越自己，夜里反复盘算生意得失，长期失眠损伤身心。偶然听闻具行禅师只靠一句佛号安稳心性，他试着放下繁杂思虑，不再时刻盘算得失，每日留出片刻静心，遇事不反复揣测，只专注做好眼前一件事。没过多久，紧绷多年的心神慢慢松弛，不再被万千杂念裹挟。心思繁杂的聪明人，容易被无数想法困住脚步；心性纯粹专一的普通人，反倒能守住内心清净。往后大家遇事不要做无意义的反复揣测，选定一件事便专心落地，不要被多余思绪消耗自身。第3条核心心法，放下执念，看淡牵挂，破除我执，才能远离世间烦恼，获得自在本心。这条心法藏在具行云游、欲知往生、自行作化的完整经历之中。当年虚云长老命他下山参学，他满心不舍，只想侍奉师父，这便是心中生出的执念。虚云长老厉声点醒，修行最关键便是破除我执。贪恋师徒相伴，执着眼前安稳，都是困住自身的枷锁。具行不敢违背师命，含泪远行。数年之后归来，心中早已看淡俗世亲情，知晓家人尽数出家，相见与否毫无差别。修建海会塔时，他主动请求守塔，虚云长老一眼看穿他即将往生，这是他放下所有牵绊，圆满修行的征兆。深夜辞别师父后，独自在菜园以三昧真火焚化肉身，不留半分贪恋。反观绝大多数普通人，始终深陷我执，无法自拔，执着亲情陪伴，执念安稳生活，害怕离别，畏惧失去，凡事优先考量自身得失。一旦事情脱离预期，心中便生出痛苦与怨怼。有一位常年居家的主妇，一辈子围着丈夫孩子打转，把家人的陪伴当作全部精神寄托。等到孩子长大离家，丈夫忙于工作，她整日空虚难过，不停抱怨亲人忽略自己，深陷情绪内耗无法走出来。听闻具行禅师放下万般牵绊的故事后，她慢慢学着放下对家人的过度依附，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重心，养花、读书、出门劳作，不再把全部情绪寄托在他人身上，心中的委屈与空虚慢慢消散。世间所有痛苦的根源，都是心中放不下的执念。往后大家面对离别、得失之时，少一点占有欲，看淡人间聚散离合，放下对人和事的过度牵绊，内心自然能减少大半苦楚。梳理这3条心法不难发现，三者底层内核完全相通。真正的修心从来不需要优渥条件、高深学识，核心只有3点：踏实落地，做好眼前所事，守住专一纯粹的本心，
放下执念，不向外抓取。很多人读完巨型禅师的故事，容易走入3类误区。第一，不要盲目模仿极端苦修，不必刻意远离家人，割裂正常生活。巨型禅师放下牵绊，是自身修行机缘成熟，普通人只需在日常之中看淡执念，不用强行斩断亲情与生活。第二，不要轻视读书明理，专一静心代表拒绝学习，只是不要把学识当作攀比、滋生杂念的工具。读书是辅助内心安稳，而非助长小聪明。第三，不要急于求成，追逐奇异境界。巨型禅师修成正果，是数十年日复一日踏实劳作，一心持念积累而来。普通人修心必须循序渐进，不能期盼短短几日就彻底摆脱焦虑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和当年的阿辩一样，奔波在红尘烟火之中，背负生活重担，时常被焦虑内耗裹挟。不必羡慕旁人通透自在，也不必埋怨自身愚钝平凡，不用执着追寻遥远高深的修行法门。晨起工作，居家劳作，待人处事，每一件平凡小事都是修心的契机。守住专一之心，放下多余执念，踏实走好当下每一步，慢慢抚平心中纷乱。愿每一位被生活压力困住的人，都能在寻常烟火里寻得内心安宁，放下万千烦恼，活得从容平安。